在很多影视作品里，男女主角只要同框，就会想办法制造所谓的甜蜜瞬间，一个眼神，一次靠近，一句暧昧台词，甚至一个刻意设计的动作，都可能被当成高甜名场面。但一航和翟一莹带给观众的感觉，却似乎不是简单依靠这些外在设计。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两个人在情绪上的一种自然呼应。当一航展现出隐忍、压抑甚至痛苦的一面时，他并没有马上把所有情绪释放出来。相反，那种想说却没有说出口，想靠近却又有所克制的状态，让人物显得更加真实。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只会制造戏剧冲突的角色，而是一个正在努力消化自己情绪的人。而翟一莹所呈现出来的温暖，恰好形成了一种柔和的回应。他并不是用夸张的方式去拯救对方，而是通过眼神、表情以及细微的情绪变化，让对方慢慢从压抑中找到可以呼吸的空间。这种互动为什么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？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安慰，往往也不是一句别难过了就能解决问题。真正有效的陪伴，有时候只是安静地站在身边，让一个人知道，你不用马上坚强，我可以理解你现在的状态。因此，两人的同框之所以让人感觉空气都变甜了，并不一定是因为发生了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，而是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细腻的情绪流动。这种甜更接近一种情绪上的安全感。如果仔细观察哭戏，就会发现真正高级的情绪表达，并不是哭得越激烈越好。一航的表现更值得注意的地方，就在于他的情绪有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。最开始可能只是沉默，他似乎没有明显哭泣，却能够让观众感觉到人物心里已经堆积了很多东西。眼神停顿，嘴角变化，呼吸节奏，甚至短暂的沉默，都可能成为情绪的一部分。随后，情绪开始出现裂缝，眼泪并不是突然出现，而像是被压抑许久之后，终于无法继续隐藏。这个阶段的哭，并不是单纯为了表现悲伤，而是在告诉观众，人物已经努力坚持了很久。等到情绪真正崩溃时，前面的克制就产生了作用。如果一个角色从第一秒开始就大哭，观众很容易快速判断他的情绪，但如果人物先忍住，再一点一点失手，那么观众反而会跟着他的心理变化一起进入故事。这也是为什么层次丰富的哭戏更容易产生共情。从无声落泪到眼神失控，再到情感彻底爆发，每一步都像是在揭开人物内心的一层保护壳。这种表演真正打动人的地方，并不是哭得多惨，而是让观众相信这个角色此刻真的撑不住了。而翟一莹的存在，则让这种痛苦拥有了一个情绪出口。她的温暖不是强行改变剧情，而是在人物最脆弱的时候，给予一种柔软的回应。于是，一边是隐忍，一边是温柔，一边在承受，一边在理解。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放在一起，反而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戏剧张力。很多 CP 感并不是来自外貌上的匹配，而是来自节奏上的一致。所谓情绪同步，并不是两个人必须同时开心，同时难过，而是他们能够准确捕捉对方的情绪变化，并做出相应回应。一航沉默的时候，翟一莹没有突然用夸张的反应打破气氛。当一航的情绪逐渐松动时，他的状态也随之变得柔和。这种变化非常细微，却会让观众产生一种感觉，两个人好像真的在听见彼此。这也是影视表演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默契。如果演员只顾着完成自己的台词和动作，即使剧情写得再甜，观众也可能觉得两个人是在演一场戏。但如果一个演员能够根据对方的呼吸、停顿、眼神和语气及时调整自己的表演，那么画面就会变得更加自然。翟一莹的温暖与一航的隐忍，恰好形成了这种互补。他们并不是一直处于高浓度情绪里，而是在不同情绪之间不断切换。上一秒可能还带着一点轻松，下一秒因为一个眼神，气氛突然安静下来。原本看似普通的一句话，因为人物当下的状态不同，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。这就是所谓的空气变甜。甜并不一定来自台词，有时候一个停顿就足够，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回应，
也足够让观众自行补全故事。而当观众开始主动参与这种情绪补全时，角色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。如果把这段互动简单理解成翟一营治愈一航，其实还是不够完整。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影响。一航的隐忍让翟一营的温暖有了意义。如果对方本身没有伤痛，那么温柔就很难产生重量。正因为一航身上存在压抑和无法释放的情绪，翟一营的每一次靠近，每一个眼神才显得更加珍贵。反过来，翟一营的温暖也让一航这个人物不再只是一个承受痛苦的人，他能够被看见，也能够被理解。这其实比单纯的甜蜜互动更加有层次。好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人不停付出，另一个人不停接受，而是在彼此靠近之后，两个人都发生一点变化。一个人因为被理解而慢慢卸下防备，另一个人因为理解对方而变得更加坚定。这样的关系才具有持续发展的空间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观众会特别关注两个人下一次同框时的状态。他们还会不会保持这种默契？一航是否会继续隐藏自己的情绪？翟一营是否能够察觉到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变化？这些问题比单纯讨论有没有甜蜜镜头更有意思。因为真正让观众期待的并不是下一次会不会出现一个高甜画面，而是人物之间的关系究竟会走向哪里。如果后续剧情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细腻的情绪递进，那么两个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很可能会越来越自然，也更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。一场好的哭戏结束之后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眼泪本身，而是眼泪之后留下了什么。如果观众看完只记住这个人哭得很厉害，那么这场戏可能只是完成了情绪刺激。但如果观众在画面结束之后，依然会思考人物为什么痛苦，为什么隐忍，以及另一个人为什么选择用这样的方式陪伴，那么这场戏就真正产生了余韵。一航的痛苦提供了情绪深度，翟一营的温暖提供了情绪出口。两个人之间没有必要时时刻刻制造强烈冲突，也不需要不断用台词告诉观众他们关系很好。有时候越克制的互动反而越容易留下想象空间，这也是这组人物关系最吸引人的地方。他们的默契不是突然出现的，而是在一次次情绪回应中慢慢建立。观众看到的也不只是两个角色站在同一个画面里，而是两种性格、两种情绪、两种表达方式发生碰撞之后产生的变化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看似普通的同框却能够让人反复回味。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甜这个结果，而是甜背后的理解、克制和陪伴。如果未来的剧情能够继续保持这种自然的情绪节奏，不刻意堆砌糖点，也不为了制造话题而强行放大关系，那么一航与翟一营之间的故事反而会更加耐看。对于观众来说，我们真正期待的也许不是下一次会出现怎样的名场面，而是当一航再次陷入痛苦时，翟一营会如何回应？当翟一营自己遇到困难时，一航又是否能够从被治愈的人慢慢变成给予温暖的人？如果这种关系能够完成从单向治愈到双向陪伴的转变，那么这段人物关系的情感厚度无疑还会继续增加。最后也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一航这段隐忍的情绪表达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？翟一营的温暖在你看来是简单的陪伴，还是两个人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信号？你更喜欢这种不刻意撒糖，依靠眼神和情绪互动来体现默契的 CP 关系吗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，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最喜欢两人同框的哪一个瞬间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细腻、有分析、有情绪共鸣的影视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和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